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经常放屁，难道它真的是有问题吗？难道它是人体真的是在排毒吗？难道真的是有肠癌吗？其实很多人都被误导。今天医生告诉你答案。爸，你怎么老放屁呀？这半天了，放了20-30个了，要不咱们去医院看一下。女儿一边捂着鼻子，一边对老爸说。周日下午，女儿和老李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这一集电视剧还没有播完，老李的屁一会儿一个，可把女儿熏个够呛。这你就不懂了吧？屁乃五谷杂粮之气也，这屁越多，就预示着身体排毒越多，人的身体就越健康。老李毫不在意地回答说，他觉得自己的身体好得很呢。这可把女儿纳闷坏了。在他的印象里，屁多一直是肠胃生病的信号，怎么到了老爸这里就成了排毒了呢？到底哪种说法是正确的？他赶紧咨询了一下医院的医生。医生告诉他，放屁可不是排毒，是人体的一种自然生理的现象，屁多屁少都预示着身体出现了问题，需要格外的重视。之后医生又详细的解释了一下其中的机理。一、人为什么会放屁？放屁预示着人体在排毒吗？放屁虽然让人难为情，但是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。肠子在蠕动时就会形成气体从肛门排出，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放屁。一般人每天大概10到15个左右，那么也是正常的。那么屁从何来呢？其实呢，医学上来讲，主要有2个方面的原因。一方面是来自于外界的空气，喉咽是消化道和呼吸道的交汇处，在咀嚼吞咽的时候，喉中的会厌圆骨会关闭喉口，防止食物进入到喉腔，所以在进食时若不慎地吞入空气，这些空气不会像往常一样进入到呼吸道，而是会随着食物进入消化道，那么就通过这种放屁的形式把它排出来。第2个方面就是肠道内分解食物的残渣也会产生气体，大多数食物会在小肠内被吸收消化，未被消化的食物残渣则会进入到大肠，大肠内细菌会发酵和分解这些食物的残渣，从而产生气体。气体在肠道内累积并形成一定的气压后，就会被排挤出体外，一个屁也就此诞生。由于肛门扩有肌的作用，有时还会产生响声，所以说放屁是肠道运行正常的一种表现，是人体的自然现象。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臭屁不响，响屁不臭，也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。响屁不臭是因为我们在进食的过程中，那些随着食物一并吞入消化道的气体量大且无味，若没有掺杂其他的成分，形成的屁自然又响又不臭。而臭屁不响是因为经过肠道细菌发酵形成的气体量小，不足以震得地动山摇，但又很难闻，所以就会形成极臭的闷屁。但臭屁不响，响屁不臭这种说法并不绝对。若饮食不科学，摄入的高蛋白食物过量或者是便秘等，也会放出很响的臭屁。另外，很多人都认为放屁是在排毒，实质上这种说法并不科学。放屁可以监测人体的健康状况，与日常的饮食和胃肠道的功能有着密切的联系。一般来说，一个人每天放屁大约6到20次，每天释放的废气在500毫升左右。若屁过少、屁过多或者是屁过臭，都预示身体可能出现问题。2. 放屁多是为什么？当心这些问题。从中医角度讲，放屁又叫做屎气，可见于《伤寒论》辨阳阳病脉证病治。放屁虽正常，但终究是难登大雅之堂，尤其是公共场合，若总是屁意不断，想偷偷的放，怕别人发现，总憋又不是个长久之计，那还真的是挺尴尬的。不少人都有放屁多的困扰，那放屁多又该怎么解决呢？
医生盘点了以下6个原因，赶紧看看你有没有。1、饮食习惯不佳。《论语》乡党曰：食不言，寝不语。这不仅体现着个人的道德修养，还有一定的科学依据。倘若我们边吃饭边说话，又或者吃饭的时候狼吞虎咽，不仅会给食物的美味大打折扣，还会使大量的空气进入到消化道，从而导致频繁的放屁。2、摄入过多容易产生屁的食物。吃什么东西就放什么屁。我们都知道吃豆子放屁多，这是因为豆类含有大量的低聚糖，但小肠内没有可以分解它们的酶，所以会进入到大肠，经细菌分解发酵后产生大量的气体。除此之外，红薯、芋头等淀粉类食物也容易产气，若食用过多也会噗噗噗的放个不停。3、菌群失调。大肠中的 pH 和温度适宜细菌繁殖，所以这里寄居着种类繁多的细菌，有的有益于人体健康，有的损害人体健康。它们在肠道内相互制约，维持着一种生态平衡。若饮食习惯不佳，或者是长期的服用抗生素等药物，就会导致肠道的菌群失调，从而发酵产生过多的气体，导致放屁过多。4、胃动力不足。肠胃运动在整个消化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。若患有肠胃炎、大肠炎等的肠道疾病，又或者运动量少，服用某些药物，就会导致胃动力不足。各种消化液与食糜不能充分的混合，食物不能被充分的消化吸收，在胃肠道中堆积发酵，最终就会产生大量难闻的气体。很多人在便秘的时候就会放屁多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当大便在体内积存的时间过长时，粪便中的水分就会被肠道重新的吸收，大便就会变得更加的干结。肠胃道的细菌会将这些内容物过度的发酵，就会产生大量的气体并排出体外，从而导致便秘，而且放屁多。6、激素分泌改变。人到中年，各种疾病就找上门来。对于女性来说，更年期综合症是难以避免的，除了心悸、失眠、情绪失控等的症状，更年期还会导致体内的激素分泌紊乱，胃肠道功能异常，从而导致排气量增加，有时还会伴随有腹胀、腹痛等。除了以上几种原因，若屁多，伴随排便不尽、大便带血等的异常情况，建议去正规的医院消化科就诊。同时还要提醒大家，屁多固然令人尴尬，但没屁放绝不是什么好事。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屁少省心，能够避免很多的麻烦事，但若长时间的不放屁，会比放屁多的问题更不健康。在外科手术后，医生和患者都会殷切地期盼着屁的到来，尤其是腹部手术，这是因为手术的刺激和麻醉会抑制胃肠道的功能。若在手术后放了屁，这说明胃肠道的功能开始逐渐的恢复，是好现象。新生儿若是不放屁，我们要考虑一种宝宝因胎儿发育不纯而无肛的新生儿缺陷病，医学上称为肛门闭锁。大人若是没屁放，且伴有胀气、便秘，这时候就要及时的前往医院就诊，排查肠梗阻、肠道异常堵塞等的疾病。3、医生支招，这样做合理减少放屁量。屁是身体健康的晴雨表，多也不好，少也不行，那怎么才能够放出健康的屁呢？不用着急，现在教你几招。首先要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，吃饭的时候不宜过快，要让唾液和食物尽可能的接触，避免将空气吞入胃肠道。在饮食的选择上要注意均衡饮食，减少碳酸饮料和高产气食物的摄入量，如高淀粉类食物、豆制品以及洋葱、萝卜等。多吃些容易消化吸收和产气少的食物，如西红柿、香蕉、苹果、山药、燕麦、南瓜等。除此之外，
适当进行体育运动，对有效的减少放屁量也是非常重要。每天抽出点时间来做运动，比如慢跑、打球、游泳、太极等，不仅可以增强自己的体质，还能够促进胃肠道的蠕动，有助于消化，进而减少排气量。与此同时，还要注意胃部的保暖，胃喜暖恶寒，若贪凉饮冷，寒气侵袭胃部，就会导致消化不良，肠道的菌群紊乱，从而使得排气量增多。所以在日常的生活中，我们要注意胃部保暖，不要摄入生冷食品，必要时可将暖宝宝贴在腹部，缓解屁多的症状。最后，多喝水，定时排便也非常重要。1500毫升至1700毫升是一个成年人一天的正常饮水量。多喝水可以滋润肠道，促进肠胃的蠕动，有利于缓解便秘的现象，减少排气量。除了以上这几点，放屁频繁的原因还有很多。若调节饮食和生活方式后，放屁多的症状仍未得到好转，那就要及时的到医院就诊，查明原因后对症治疗。延伸，绝大多数人在公共场合时一般都会忍着不放屁，那么憋屁对我们的身体又有哪些危害呢？当屁意来袭时，只要肛门微微的缩紧，屁就会被轻而易举的拦截住，屁意就会随之消失。那屁到底去哪了呢？前文中讲到，屁是人体产生的一种废气，其中含有各种的有害物质，若不及时的排出，会有损我们的身体健康。因此我们一定要做到有屁快放。若短期憋屁没能顺利的排出的屁，基本都会回到大肠养精蓄胃，再等到下一次可以排出体外的机会时，一炮轰出，同时也会有一部分的屁随着血液流动进入了肺部，最终会随着呼吸变成一个又臭又长的嗝，排出体外。若长期憋屁，臭气积在体内，会被肠道黏膜重复的吸收，使肠道紊乱，出现胸闷、腹胀、消化不良等的症状。长期以往，还会减弱肝脏的解毒功能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